他以前每天再忙都会抽出时间陪我，可到现在都不愿意搭理我了。他总是想掌握我所有动态，我连一点隐私空间都没有。他没以前在乎我的感受了，可我真的不想失去他。他每天都在疑神疑鬼地怀疑我，我是真的有一点太累了。掌声请出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新，23岁，来自辽宁美容院酒吧老板；女嘉宾小婷，21岁，来自辽宁模特。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23岁啊，对，23岁。美容院酒吧老板，对，年轻有为哈，做买卖，模特是吧？谈恋爱谈了多久？我们俩是1月份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然后2月14号在一起了，然后差不多就谈到了现在。在2019年的这个年份，是这意思吧？你现在觉得他多疑你，对吧？对，因为我承认婷婷非常的温柔善良，然后我跟她在一起之前我160斤，现在给我胖到200斤，但是后来我就觉得，等一下啊，你说你过去是个瘦子，我过去是个瘦子，有照片吗？你要这照片一放，好多男生就不敢谈恋爱了啊！婷婷，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我原本是觉得我养胖了的话，大家就不会惦记了，但是事实证明我是错的，养胖了也是有人惦记。对，就是这种疑神疑鬼有点太过头了。我哪件事做的过头啊？比如说秀恩爱这件事儿。我真的是比较不喜欢，就是在朋友圈发太多东西。是这样的，老师，就是你觉得谈恋爱男生发朋友圈是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你可别问我觉得什么，我觉得什么不重要，是正常，我承认正常。那你在你朋友圈发个我照片，你正常宣扬一下我的主权，怎么了？我是你女朋友，但是你不敢发，你怕什么呀？我之前有没有发过？是你主动发的吗？哪次不是我逼着你发的？我是不是发了？但发完之后，最后升级，每天早上一条，晚上一条。中午吃饭再一条，然后如果我不发的话，就说我装单身，就是我俩总因为这种小事去吵架。是这样吗？是这样倒是，但是我是一个高调秀恩爱的人，所以你们俩会因为发不发朋友圈而干仗，是这意思吧？算是吧，但后来这个事儿已经不算什么了，因为我工作也比较忙嘛，然后偶尔我空下来了，回去自己在家看电影，然后他问我什么？你跟你前女友是不是在家也这样看呢？总拿他去跟我前女友去做对比。哪个女生没质问过自己的男朋友？我和你前女友谁更好吗？那我突然想到了，我就正常开玩笑问一句呗，你反应那么大干嘛？你还惦记前女友啊？你这个玩笑让我开得很不舒服，你知道吗？那就是你惦记前女友。我没有惦记我前女友，为什么总说我前女友这个事儿呢？那你反应那么大干嘛呀？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她优秀，我不会选择跟你在一起的。你现在因为前女友也跟我生气？因为工作我可能接触的可能85%或者90%都是女性比较多，我这个是一定的，因为美容院很少有男性。对。然后酒吧的话，有些就是比如说小姑娘啥的，真的是冲我来的，真是香饽饽。或者说冲我那个合伙人来的啊。那我没有办法，他就总怀疑我跟我这些女顾客有一腿，然后甚至他怀疑我跟我同学有一腿。那个同学跟我从小学毕业一直处到现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女生同学。那他为什么会怀疑呢？总有原因吧。他说这事儿我还委屈呢。因为，那天我没去酒吧，因为我那天实在有点太累了，然后我就想在家休息一下，然后他正好也回家了，打把游戏吧，5个人一起开，然后算我有4个男生，另外一个是那个女生，因为上学我们就一起玩。然后游戏开完之后就开始游戏勿扰模式，就是他说的话没看见之后，过几天我朋友就是那个女生跟我说，她说要不我们就不要以后晚上打游戏了。我说怎么了呀？她说你女朋友找我了。我说怎么跟你说的？听听这话是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女同学讲的，这在我们女生眼里就是挑拨离间。我同学怎么说的？我同学这么说的，我同学说，你女朋友找我了，上来跟我说，你为什么跟小星打游戏？你不知道他有女朋友吗？我就是他女朋友，我告诉你，今天以后你不要再跟他一起玩了。你这让我跟我同学面前，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同学解释了都。你让我跟我同学以后怎么相处？老师，你能听一下我的想法吗？好，听。我当时真的可委屈了啊！你整天他都没回我消息，那我自己一个人窝在沙发上合计，哎，他今天干嘛去了？他为什么今天又不回我消息？他是不是又跟哪个女客户
又干什么去了？那这些事情，因为我没有安全感，这事情在我脑子里都反复的，每天都在想这些问题。你白天没事做吗？因为他之前不是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确实就是我说那个工作你可以就是抛一抛，我说你可以不用说像以前那么去接活动啥的，我说你在家待着就行。所以说他才有时间，比如说帮我照顾家里啊啥的。因为闲的啊。听懂了，闲的，嘿。老师，我接着跟你讲那个事情啊，讲。我真的不是无故的去挑事情。是。那你说我男朋友一天都没回我了，那我上游戏，我就正好看他在，那我就查了一下战绩，他连续3天，他那么忙的工作，跟一个女生打游戏，那这个女生跟他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脑子里面就开始浮现各种剧情，然后我就加了那个。都有些什么剧情呢？就比如什么同桌的你啊，初恋情人呐。要不就是新认识的。你没有看见还有其他3个男生吗？那我认识吗？我就看着那么一个女的，但我没想到那女生去告状了。我觉得正常好朋友的话不会去告这个状，这在我们女生。他们俩不是关系不正常嘛，对吧？对呀，这在我这就是关系不正常。所以你都预设好他们俩关系不正常，你就应该想到关系不正常一定会告状啊，多傻呀！你看你。然后他就去告状了啊，告状了，告状了之后。告状之后，我真的好生气。我说以后你不要就是再这样了。我有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你也有。我们俩愿意把圈子打开一下。我朋友，我男性朋友打游戏呢。那你跟你那些男模特拍照，我说啥了吗？老师，我要跟你解释一下啊，我是一个拍婚纱的婚样模特。那我的工作就是拍出来那些非常甜蜜的婚纱照，不然谁去找影楼拍啊？那我的工作那就是陪一些女生喝酒呢。你啥工作呀？你陪女人喝酒，是个女的就是你客户啊？我是酒吧老板啊。那男的你不陪呗？我男的我也陪，好兄弟啊。那怎么就那么多女的需要你陪呢？那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这样。你就是打着工作的幌子去处理那些莺莺燕燕。哎，我你真的，你总这么说，我身边有什么莺莺，我都让你从160斤胖到200斤了。200斤怎么了？猪肉今年不涨价吗？行，这还不算什么，同学这事儿我也忍了。后期因为找不着我就要去报警。那我不也没报吗？跟我说，你要是再不回我微信，我就进警察局报警。我太害怕了。那能一整天不回呀？我跟你在一起之后这个事儿，我跟你谈恋爱呢，我一天面对你家狗的时间都比面对你的时间长。那我不是在外面好好挣钱吗？我如果不好好挣钱，你能在家里就比如说就一天你想干嘛就干嘛吗？我多挣点钱不是为了以后能让你过得更好吗？那我在家不累吗？你以为我天天容易啊？我一天天像你免费保姆似的，又给你洗衣，又给你做饭，还得给你遛狗。然后这些做完之后了，啥事没有了，开始想我和我店里的女顾客是吗？做完了之后呢，我就找你一下呗，然后你就不回。我们今天过来，我是想把这些事好好的跟你说个清楚。我也想跟你好好聊啊。但你这个态度，我没有办法跟你好好去说话呀。你把你这些莺莺燕燕这些问题处理了，你多点时间陪我，那不就多好解决的事儿啊？我陪你，你能得到什么呢？我就是想让你抽空多陪一陪我，不想天天自己在家。我也想陪你。我要1个月挣2000、挣3000，我可以陪你。但是我不想1个月挣2000、挣3000，那我一定就要忙啊，对吧？我每天可能会从10点忙到后边1点、2点。你觉得这样的话，谁理解过我呀？然后我回家，我也想回家的时候，每天就开开心心的。是我回家有时候有点晚，或者我喝的特别多。你可以就是好好跟我说的，哎，下回尽量回家早一点嘛。你也不至于说冷个脸搁那地方一坐，然后或者找机会跟我吵架吧。我后来为什么不爱跟你说话，不爱回你微信？那不是因为你做这些事让我觉得很反感吗？我最反感的一件事，后来直接让我手机里头装定位了，就是有手机有添加 ID 那个功能，直接要把我的 ID 添加上去，要时刻知道我在哪儿。那还不是因为你从来你都不告诉我你在哪儿，你和谁在一起？我不想我每天在家，只能在家等你，在家想你，在家猜你。那你如果要是不怕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啊？我每次告诉你，我告诉你实话，你也相信我是在骗你；我告诉你假话，你还是觉得我在骗你。那你说我不如不说了。你心里是有鬼吗？你为什么害怕我跟你说？你也可以知道我在哪儿，这对我们俩都好啊。我不喜欢。对，我来问一下，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我们俩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啊。他就觉得可能我比较好，然后就追了我一段时间啊。然后我觉得他也挺可爱的，像那个小吉祥物似的长得。然后我就说那就考虑在一起试一试吧，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如果我认真的跟你在一起，我就真的特别认真。但如果我发现你对我不认真的话，我就会特别焦虑。离开嘛。
离开又就是实际上面你们现在谈的，我们抛开其他的观念，我们把它最简单、最直接的说，就是男生一再强调的是，这是我的职业属性，对吧？对。你能为他放弃吗？我放弃不了。所以你就该干你自己的事儿吗？就是他就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不应该为另外一个人放弃任何东西，如果不是自愿的。就是他鲜活的道理摆在这儿了吗？所以你就是把自己丢了嘛，你的世界里全是他嘛。所以现在你还觉得特别委屈？我倒也不是觉得委屈，我就是觉得其实小姑娘之前真是特别好，婷婷之前特别好，但就是后来这些事儿，她现在也不坏啊。对，就是我也有这个原因，这个东西一个巴掌拍不响了。但是能不能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再理解我？不能。那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也挺可惜了，那就分开吧。对，所以这就是你们俩现在的不同。但是我是个男的，我不可能说我不想过。你养他一辈子吗？我可以。就现在还没让你养一辈子呢，只不过养了不到1年的时间吧。我先用养这个词儿啊，你看已经各种不耐烦了嘛。那对吗？但是后期他出现这些事儿，我不耐烦。你觉得你做的对吗？我们先不说他，只是问你觉得对吗？就是一个女生要求说，你跟我恋爱，我只需要你多陪伴我一下，这个错了吗？没错，没错嘛，他是没错的，对不对？没错。女生倒回头同样的道理，你失去自己以后，你肯定要失去这个男人的嘛。你自己都没了，你怎么还会有爱情呢？当然，我相信老师们他们有他们的看法，他们会帮助你们做一些梳理。你们好好听一听，恋爱是不是要这么谈？我觉得2个人其实都挺迷失的哈。男生迷失在自己的这个伟大的事业里了，女生迷失在自己想象的爱情当中。怎么出来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2个彼此都不信任，对方跟异性相处不会越界。刚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做模特行业的。哦，对，我知道。对，你知道他，然后你也是了解他的人怎么样，你才确定跟他谈恋爱。但其实从恋爱到现在，你完全不信任他跟异性的交往。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做的就是美容行业和酒吧老板。那他的工作当中一定是遇到有各种各样的女客户，陪着客户的笑脸，为的就是让他的客户多消费一杯酒，因为他靠这个活着。所以你担心的是他在陪别人聊天的时候，他有可能跟这样一个异性客户有可能也发生越界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为止，你们2个都一直在担心对方。那男孩就出了一招了，好吧，我养你。于是你就养了半年，把你的女朋友直接养废了。他以前肯定还会觉得我还有一些事业的追求，现在他没了，他所有的事业追求就是先把你养胖了，因为怕你被别人给弄走了。所以你到底对他的爱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你对他的爱是，我不知道怎么能够彼此信任，所以干脆先把你养废。这样的话，你想跑也跑不了。所以男孩，你想一想，你到底未来想要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好的谈一段长久的恋爱，再好好的跟他要不要结婚，到底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所谓的贤妻良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她到底是一个真的在家里边成为一个全职的保姆式的女人，还是一个有独立思维的、独立思想的，能够跟你齐头并进的女人？这是你需要思考的。那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你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谈恋爱的目的，最开始我就是图他对我好。你谈就是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我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谈恋爱的目的是为了分手。我们可以试想这样一个场景，2个人坐在家里很开心的看着电影，你突然来了一句，嘿，前女友，你是不是想前女友了？他本来所有的关注点在他和你身上以及电影身上，你跟他讲，嘿，前女友，于是你必须勾着他，让他去想前女友。你随时随地希望他想起前女友，这不是你希望他跟前女友复合，还是想干嘛？如果一个好好的想谈恋爱的女生，一定是会跟男朋友在当时的特别浪漫温馨的场景当中，哇，这个电影好好看，她一定是会幻想着未来美好的蓝图。可是你没有，你永远没有美好蓝图。既然没有美好蓝图，那一定是想分手。第二个，
你说，我怀疑你跟这个客户有问题，那个客户有问题，你所有的疑神疑鬼是对他说的是什么？我跟你谈恋爱，但是我不信任你，那不是等于你告诉给他，我不想长久跟你下去，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品就不好。你既然想要选择一个人品不好的男生，难道你想跟人品不好的男生结婚吗？所以姑娘，谈恋爱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好好的在一起，那就往美好蓝图去想，而不要想所有的担心。即便你遇到担心，你也要考虑我应该怎么去跟他沟通。作为一个女人来讲，你连基本的自我生存能力都没有了，一个男人是早晚会抛弃你的。所以姑娘，你好好想想，未来你想要恋爱到底是什么。同样男生你也想想，你是想要一个废的人跟你未来在一起幸福的生活吗？如果你不想的话，把她变成一个独立的，跟以前你认识那一会儿一模一样的女人。谢谢。谢谢周老师。谢谢老师。来，曲总。其实我在想两个词儿的区别，一个是爱，一个是宠。如果情侣之间呢，觉得这个爱人随着人不在了，他的爱也就没有了的话，他们之间不是爱。女生一直在要什么，我就在想，其实你要的不是爱，你就要的一种被宠的那种感觉。但是宠真不等于爱，爱是可以让人感到满足的，而宠呢，只能让人越来越不满足。而在宠里面呢，让你变得无能。你这种相处模式，你要来的宠根本随时人可以撤回，你没有价值。你可以为他做牺牲，你可以把这些理解为你对他的爱，但是他没有反馈给你应该有的爱。所以说，你为他在家被人家养，你居然可以自我满足。但是在我看来，他要说可以养你，我马上觉得你是觉得我没有用吗？你是觉得我的事业没有价值吗？你觉得我是一个宠物吗？你养我，这点自信都没有吗？可见你被宠的已经没有原则了，丧失了自我。丧失自我的人根本得不到爱的。所以这个男人不爱你，你也不爱这个男人。男生呢，至于你爱不爱这个女人，你心里最清楚啊。我如果在家陪你的话，那1个月2、3天你能接受吗？从这语言当中显得多么自私，又显得多么看不起这个女人。所以既然不爱，我觉得趁早分开，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严老师。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年轻的2个人，一个男生就自诩自己非常优越，我是老板，我赚好多的钱，我要养一个女人，不知道哪来的底气，哪来的自信哈。其实，在你们这个年龄、这个状态，健康的爱情是彼此滋养，共同成长。我在你们身上都看不到成长。你把自己摆在一个上风的状态，其实让我们看起来就是你不尊重这个感情。真正的尊重和成熟的情感是，当我占上风有优势的这一点，我要低下头来呵护他的感受。他不赚钱啊，我不能拿钱说事儿啊。他没有工作，他是待在家里的，我不能老拿我的工作压他呀。这是成熟的爱情。所以我觉得你也收敛收敛自己的气焰，我养你啊，对吧？养着养着你就把小姑娘养伤心了。咱也做不到好好能够去照顾一个这样的女生，咱的年龄、阅历、成熟度都不够，就别揽这事儿。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爱情才适合你们。女生，我想跟你说的是，职业不分高低贵贱，但职业各有各的特色。我们还有那么多军嫂呢，还有那么多医护人员的家属呢，他们的伴侣可能没日没夜的工作。难道就天天打电话要去看着查着吗？既然你选择了这样一份职业，是要用夜生活来赚钱的人，请你尊重他的职业。如果你尊重他了，发现他不值得信任，你可以选择离开。你既然选择了他，就要信任他。你总想着那盆水是脏的，它就变不清澈，好吗？希望你们都能快快成熟起来，谢谢。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说2个字啊，你们不要介意啊。就你们俩都有着挺好的颜值啊，但你们今天在台上的表现让我感觉很庸俗。你们加起来的年龄还不如曲伟大，估计。曲伟高颜值、好身材，但即便于此，他没有躺在自己的颜值上吃饭，人家也在努力，他老婆也是一样的。我就记得那个我的前半生当中，罗子君失去了商场卖鞋的那份工作之后，
她的前夫陈俊生帮她找了一份工作，她跟贺涵商量说，我帮她找了一个我朋友的一个鞋店，也是1线大牌，让她去卖鞋。贺涵就说啊，还是卖鞋做销售啊。陈俊生说，因为那是我朋友的关系，我觉得比较稳定。说实话，他只要带好我的孩子，然后呢，不要有太大压力，就挺好。但贺涵跟罗子君说的是，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份更有上升潜力的工作。就生活当中这么多样板在这儿搁着，你看不到啊。就是如果一个男生养你的前提是不会不让你工作，那我觉得他真爱你。如果一个男生养你的前提是让你放弃自己的事业，那很显然说明3样：第一，他不尊重女性；第二，他不爱你，他爱你就愿意为你付出，让你活得成为更好的自己，事业上有所收获，更璀璨；第三，他不自信，他怕你做模特做得越来越好。所以很多前面的样板搁在那儿，为什么就一定要活成一个男人的附庸呢？而且你才21岁啊，你为什么要活成这样呢？你看，这位站在这儿就是一个老板的样子，你看啊，你还没挣多少钱呢，就开始想让自己的女人不工作，想在家里养女人。你的生意就那么稳，你就不希望在生活当中跟她有一些工作上的交流？就每天在家里当老妈子，你觉得跟这样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当中会有交流吗？无非是说出去好听，我的女人在家不用干活，我养着她。但诚如主持人所问的，你自己扪心自问，你现在把她养成的这个样子，是你最喜欢的她吗？事实上就不是了。那为什么要用年纪轻轻的挣来的那点钱把彼此都绑死？日子还长得很，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曲折。如果那个美容院和那个酒吧一倒，你们俩再回顾回顾，在最开始工作的资格，21岁、23岁就开始不上班，最后一定会废掉，因为你刚刚接触社会，还没有施展出自己刚刚学会的生存本领，久而久之，你就慢慢的忘掉。罗子君从一个家庭主妇再恢复到一个销售冠军，他花了多么长的时间，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才重新和社会接上轨。还是那句话，婚姻只是选择，不是你的人生。靠男人是靠不住的，只能靠自己。不是说你找不到一个男人真正的这一辈子都爱你，而是没有哪个男人会毫无条件的这一辈子白养着你。他爱你的时候会认为我的就是你的，当他不爱你的时候他会说这不公平，因为公平的原则就是按劳分配，对不对？好，谢谢涂老师。这个今天这个更像一个成长课啊，不像一个情感课。我觉得恋爱大概不是以下几种东西：第一，一段恋爱不一定是通向婚姻的捷径；第二，试图以婚姻来改变个人命运的，命运都不会被改变，如果改变，那将是凄惨的。爱情和物质绝对没有关系，越是真爱，会让物质离开得越远。越是看薄物质的，可能在物质的层面得到的会越多。很奇怪，生活的道理就是这样，你越是看重的，恰恰你得不到；越是真的不看重的，放开了，恰恰你就能得到了。所以现在不是要不要谈恋爱，现在是要好好的来端正一下你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对社会的认知，其他的事情留给你们自己解决吧。能开酒吧，能做模特，也曾经都是挺优秀的年轻人，我相信只要你们冷静下来，就会很好的处理问题。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今天也听各位老师们说完，我工作确实有挺多不好的地方，我也愿意去改。但是我不能保证我能否决定我能一天工作多少时间。要是觉得能接受的话，我还是可以跟你在一起。
但是你接受不了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觉得你挺好的，现在我也觉得你挺好的，但是高老师说的问题，我也真的在考虑，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让我好好想想吧。对不起。好，谢谢两位的分享，谢谢你们的坦诚。来，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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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关门，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都听明白了，都听懂了，至少两个年轻人记住了一句话，就是这个结果。好的爱情是能够让彼此成长和向上的，不好的爱情是把两个人都坠入深渊。好了，祝他们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找到属于他们的真爱，希望通过这样一段情感，通过这样一段爱情，让他们了解和体会什么是真爱。还是那句老话嘛，所有的经过都不会白过，只要你是一个有心人，你就会在生活的磕碰当中一天一天的成长起来。祝他们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接下来